灵符欺负神和释迦牟尼始末。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明动漫众神的黄昏，人类的崛起。瓦尔基里的预谋一步一步使事态朝着最极端的方向发展，即释迦牟尼的反叛，人类几乎屡战屡败。这让原本就讨厌神族的释迦终于耐不住了性子。我们虽然不知道释迦反叛的真正目的，但可以从代表神界出战的欺负神看出释迦牟尼的小心思了。释迦牟尼跟这强大的欺负神其实是有着一段很深的渊源，他们二人之间的恩怨明明稍后会提到。面对释迦牟尼代表人类上场，作为神界三大主神之一的宙斯并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甚至亲自走到格斗场上对释迦说道：“我还真想再打一场呢。”没想到宙斯这个老头很恋战，他好像并不排斥神界人员反叛的这件事情。也许宙斯、奥丁、阿波罗这些主神根本就不对释迦抱有希望，所以对此也就无所谓了。那么这个如此引人注目的释迦背后到底有着怎么样的故事呢？在人与神人相当接近的古亚洲，为了保护众人，有些神将自己置身于人间。这个时期的灵符，也就是欺负神，他还只是个小孩子，每天享受着阳光，眼神里对整个世界充满希望。他会救下要从树上掉下来的小鸟。灵符真是个无比善良的神啊！随着他在人间的时间越来越长，眼前的所见让小灵符产生了疑惑。满是苦难的村子里毫无生机，小灵符不知道要怎么做，好像人间有着永远吸不走的苦难，他好难受。但这时小灵符更加坚定地去救助人类的决心，他就不断用自己的身体吸走那些人的苦难，直至自己破败不堪，接近崩溃的边缘。被吸走不幸的人们见到灵符，会嫌弃地叫他闪开。小灵符慌乱地走到人群中，不知所措。曾经自己救助的那个小男孩也嫌弃地咒骂自己。灵符告诉自己这都是假的，直到一个人的出现，释迦牟尼。他金光闪闪地出现在人群中，所有人都追随光鲜亮丽的释迦牟尼身后。小灵符也踉踉跄跄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追上释迦，一遍一遍地问着为什么。释迦大笑，思考着灵符的问题，然后轻松地告诉他，只有不幸的地方才会有幸福啊！这一句彻底否定了灵符坚持的一切，这也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灵符疯狂地跑走了，一路上大喊大叫，所到之处皆是悲伤。突然他的身体像炸开一样，一个肉身炸出更多的人，这就是欺负神的诞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灵符害怕黑化后的自己伤害到人类，才将自己一分为七的。回到战场，天空划过一个巨型木船，上面恐怖的那位就是欺负神灵符了。他们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私人恩怨吧？这会不会打乱战斗的节奏呢？诸神的黄昏，瓦尔基里的崛起，被当作枪使的人类们，一切皆为虚无。如果这3场对决本来就是毫无意义的存在呢？明明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假设？这其中一定是有理有据的。一，整个神族体系是非常庞大且复杂的。大的方面来讲，东西方神话构成了整个神的体系，这也就形成了各个方面的差异。所以在面对人类终结与否的问题上，除去那些无所谓的神族人员外，众神也不可能就那么轻易的一致通过人类清除计划的。二，面对人类清除计划，众神都忘却了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类的存在和神族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上升到了人神一体。这里不是说神创造了人类，而是有些神也是由人修炼而来。在这种情况下，实施清除人类计划是根本不可能通过众神同意的。但是在这里明明也不能为了推翻终末女武神的设定才来说这些话，相反，这样的设定反而给了终末女武神另外一种可能：人类反抗的一切很大可能都是瓦尔基里幕后的操作。这一结论再次被证实，就连孤傲的神们可能都没有察觉到自己早已被卷入了这场瓦尔基里的复兴战争，包括牺牲和尚未消亡的可爱女武神们都被蒙在鼓里。也许这一切只有一个人知道，那就是布伦希尔德。但还可以肯定的有，释迦牟尼也是个聪明人。女武神献祭炼化武器连脱生的秘术，就是布伦希尔德在会议之前向释迦请教的。预判者布伦希尔德也许早在1000年之前就在预谋人类终结计划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一切的一切都是布伦希尔德的预判，布伦希尔德才是幕后真正的大 boss， 瓦尔基里才是这13场对决的最终受益者。所以人类以及包括在内的其他神族都只是布伦希尔德让事情合理发展下去的武器。综上所述，又不得不让人想起释迦牟尼私下里和布伦希尔德说的那些话。释迦看着布伦希尔德悠悠地说道：“话说你为什么流眼泪啊？”布伦希尔德眼光闪躲说道：“当然是为了悼念逝去者而流的呀。”释迦笑了笑，他的眼泪真的是在为那些逝去者而悲伤吗？两人的对话还真是让人意味深长啊。释迦牟尼的反叛使神族少了一个人，造成人神对抗人员不等的状态。
先前明明也推测过始皇帝反水的可能性很小，人类一方又有谁会出现反叛或者不参战的可能呢？那么这样的局面是不是又给了周末女武神另外一种可能？这就是神族可能会出现其他的神来改变这场战争。接下来的众人众神们将何去何从？还是等待女武神的继续更新吧。我是明明，喜欢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